天跟我們一起來到 Pacific Palisades 為大家開新一套2025年全新建的房子。這棟房子可以看到啊，它周圍的綠化真的是非常的好了，已經可以看到周圍的樹都是比房子高的太多了，一看就是有韻味的老城市了。对，同樣啊，這邊也是大火沒有燒到的地方。那從進門的院門可以看到非常漂亮2個小的石矮牆，進來它新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它很多東西還沒做完，我們後面一點一點能看到。先跟我們幾個台階過來，10塊進來可以看到房屋的正門，稍微轉過來一點，往側面這邊，房屋的車庫啊是從房屋的側面那邊直接轉過去停在側面的，它裡面室內可以停3個車位。這個到時候房屋真正的 permit 出來以後會拆掉的，是它这個臨時供電的一個小電樁，放到地下，對吧？撐到地下，你可以看到前院的真草，周圍種的這些植被、樹木、橄欖樹以及很多照明的這些氛圍燈啊，其實已經都做好了。而且它的前院院外有2棵大樹以外，一進來以後，有一個像大的盆栽一樣的景觀樹，也放在了這邊，是。也非常的漂亮，而且你看周圍的環境、鳥叫、綠化，真的，其實 Pacific Palisades 真的是好地方。是，難怪之前大火燒了這個地兒，大家都覺得特別可惜，是不是？對。我們再往這邊走過來，2步直接到的就是房屋的正門的門廊下面，可以看到他們家選的燈都挺有意思的。嗯，如果有可能，觀眾朋友眼尖可以多看一看，非常漂亮啊，像這種燈籠一樣掛在這邊的。2邊掛出來的房屋的外立面有大量的木板，石塊的風格有點 American Farmhouse 和意大利的這種外牆的這種融合的感覺。對，側面剛才忘提了，有一個像天井一樣的窗戶，是引自然光到地下的。这房子有地下室啊。跟着我們鏡頭一起往前走過來，從2步進到室內，室內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比較偏典型法式的這種現代門窗的這種設計了。門的寬度其實挺大的，大家可以看得出來，不小。而且這個房子，你說進來以後有一個好玩的，今天我們可以做一個遊戲和大家，就是很多的藝術品啊都是明碼標價的，有 price tag。對，我們可以看一看，猜一猜，我们今天看到的東西都是多少錢。Okay. 從房屋進來已經到正式的火焰玄關的地方，2層的挑高，上面非常漂亮的 light fixture 在頭頂，也是到2樓的空間。從這個鏡頭已經可以看到，直接看到後院，你的 wall factor 直接給到你了。其實畫面裡還是很漂亮的了，是不是？嗯。色調，我相信這個色調也是大家很喜歡的一種房子的色調。進來呢，先往右邊轉過來，它是一個會客廳或門廳的這個空間，可以看到這邊有更大尺，他們家門窗都巨大，巨大，是不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典型的法式現代的門窗的設計，看的是前院。正好是非常完整的把前院的那棵景觀盆栽 frame 在這個畫面中間了，像一個畫框一樣。那採光更不用說，非常的好，很漂亮的掛燈掛在了上面，很舒適的一個居坐區域。後面也有一個 fireplace， 也有大量的石塊砌成的一個圖案放在了這邊。這個房子啊，石頭、木頭、玻璃，這個房子就從外觀其實看的時候，我們沒有覺得說，哎，會特別的不一樣。但是進到室內以後，我們就突然發現，哎，很多很用心的地方。包括你看它進門玄關的這邊用的是 chevron pattern 的這些木的拼接，但在其他的公共區域呢，變成紙板的木的拼法。在很多的區域，它做了一些想法的調整。往這邊呢，一進門的左手邊過來，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正餐廳的位置。formal dining room， 尺寸不錯。一個8人桌，你放個10人、12人，實際上也夠了。左右兩邊的空間實際上都還是挺大的。這邊有2個法式窗，看的是你的前院。這個街區呢，其實隱私也不用太擔心。就要是跟着我們鏡頭稍往這邊走2步過來，廚房怎麼去跟它互動，很關鍵。有 hidden door 是嗎？隱藏的一個半隱藏的門板打開以後，這邊有一個服務區。這個服務區有很多設備，一會兒到那邊我們再介紹。從這邊直接過去就是廚房。OK， 其實這通道不短，但它用這個方式把2個空間連接起來了。就是你餐廳放在前面是可以的，對不對？但是前提你要跟你的廚房呢是有一個合理的互動才行。我們繼續往這邊走過來，可以看到它房屋的主走道這2頭啊，都是用這種拱形的結構做的這個門框的設計。室內的漆呢刷的也全部都是 Venetian plaster， 非常的漂亮，也是屬於比較費工費料的一種做法吧。實現這個拱門，這個價格不少。是，咱們之前節目也介紹過嘛，只要沾了弧形的建築材料都不菲，尤其是玻璃。
玻璃，对不对？对。我们在这边呢是房屋中段，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功能。中段这边主要是一个楼梯的系统，往下和往上，楼梯整个空间的墙上的挂灯非常的好看，水波纹一样的形状，然后几盏灯放在这边，楼上楼下都是这样，空间也很漂亮，上面有自然光，它2楼是有自然光直接洒在这边的。他们家的玻璃灯啊，还有玻璃都是很 unique 的。没错，灯选的非常的有品位。往这邊走2步過來是一個 powder room， 非常漂亮的2片石板拼接的一個漂浮的 powder room， 裡面是一個馬桶的空間，也是一個乾濕分離，放在中段的位置，使用起來很方便。然後來第一個快猜的環節來了啊，放了很多的藝術品，這都是它的室內陳設設計師選的，親自選的，不包含在行價裡啊，不要誤會。大家猜一下這幅油布畫多少錢？我的天呀！上面有寫15000塊，但其實你要看它的大小，你會覺得，哎，這個大小感覺還挺便宜。但是如果不太懂藝術人就覺得，哎，不就不同的顏料刷一刷嗎？怎麼就15000了？是不是？是15000塊。OK， 還有很多小的 piece 都有價格，像這個 table 多少錢？就咱們可以看到，他們這邊是那個 granite， 那個 granite 什麼花崗岩，然後上面15000了，這 table 不得7、8千？這個 table 是21000塊。OK， 我膚淺了。我們這裡都說的是美金，好吧？ Okay. 大家我們可以繼續看藝術品猜價格啊。鏡頭裡面可以看到了，這邊是它的 family room 的位置，直接透過拉門就是後院了，非常漂亮。去往後面走之前呢，先給我轉一點鏡頭，往這邊來。左邊呢有一個門打開，是一個套間，進去有自己的獨立衛生間、臥室。層高非常高，剛才我們倆還開玩笑，咱倆摞起來可能都夠不着頂的感覺。對啊，而且他們家通向室外的那個窗和門框巨高。是，再往這邊走過來2步，身後是一個另外的一個半位，你看就可以給公共空間，這兩邊就有2個可以使用了嘛。而且這個半位從外面也可以進來，就是外面你要泳池想進來上廁所，從這邊可以進來。啊，雙向的。然後還有一個 shower 是嗎？沒錯，就是門口外面的地方還挺漂亮，那種黃銅的那樣。全露天的 shower。對，一個就是你游泳池洗完以後在那邊沖掉 ，OK， 進來這裡換衣服再進來，想的都很周到。鏡子再往這邊走2步，來，再來一個快問快答，一個紅色的裡面晶瑩剔透的一個圓盤，大家猜它的價格會是多少？我直接拉鏡頭在這兒就看到了，大家已經看到了，3萬塊。3萬。同樣是這個圓盤的這個藝術品，這個屋裡還有。Okay. 樓上還有，一會兒，但價格好像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好像一模一樣。我們不太懂藝術啊，但可能有人懂的會知道這些是哪些藝術大家價格是什麼樣的，挺有意思的。因為平常這些藝術品，你展覽館裡面很多都不會把它的 price tag 貼給你，是，都是你說就是 price upon request，對不對？那這個很難得的機會，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些藝術品大概價格能在多少。話說間到了他的辦公室。辦公室層高非常好，你看它周圍啊，全部裹滿了 white oak 的實木木板，一下把辦公室的氛圍就拉起來了。是，很漂亮的一個尺寸，很漂亮一個 staging 的桌子，同樣價格也是不菲。這個桌子是6000塊，我怎麼覺得突然便宜了？藝術品啊，藝術品啊！法式大多座，打開正對的是游泳池，一會兒出去詳細給大家介紹。身後這麼大的一幅畫，你們覺得要多少錢啊？那個都15000了，對不對？這個起碼同一個藝術家也是15000。OK， 對不對？合理，尺寸也差不多，也挺合理。突然覺得合理了。我們這個空間看完了以後，跟着我們繼續回到它的 family room，繼續來看。從旁邊出來以後，我們繼續給大家介紹1樓的主要的空間。首先，在它的這個 family room，把這個房屋的基本信息給到大家。房屋要價2100萬美金。整2025年建，6房9個衛生間，室內面積10100平方英尺，佔地面積0.32平方英畝，非常好。其實挺難想象為什麼它會到1萬英尺的，一會兒到了地下，大家可能才能真正的理解吧。是。那首先 family 這種尺寸、位置、空間都不錯，因為前面已經有一個會客區域了，那這個空間的話更放鬆一些，會舒適一些。上面的掛燈，他們家選的燈確實是很漂亮。對，再次提。後面呢也有一個非常漂亮天然石料包裹的一個 fireplace， 多餘的地方全部牆板都是用木板做了包裹。旁邊就是 California room， 全部都是 pocket door， 可以收到牆內的。這邊直接去看後院，其實它後院這條線正對着，後面也是一棵景觀樹，你有注意嗎？是一棵橄欖樹。是，它有很多東西都是在找這個 symmetry 這個中線去對上，對，也會畫一些東西，我覺得挺漂亮的。往這邊走過來，這邊是一個。反正傳統的做法吧，因為空間很大，就會做成一個早餐廳，是吧？早餐廳，對。但是
你要在這邊做個雙島台，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太過分了。就廚房就太大了。你說第二個島台比第一個島台做的稍微小一點，也是合理的。沒錯，你這個而且順便可以當早餐的吧台使用。關鍵是你喜歡啊，你要也得我買才行。關鍵是觀眾老爺們喜歡，是對不對？你們覺得這是放一個，breakfast nook 好，還是一個稍微小一點，然後形狀不同一點，窄一點的吧台，然后這邊做高把椅的位置，平時做點東西啊，做吃的在這邊也可以拍個美食節目。是，我們老想拍美食節目啊。過來，鏡頭裡已經看到了，很漂亮廚房，跟着我們繞一圈，仔細看。他們家挑高真的高，所以刚才咱們開玩笑嘛，咱倆摞起來都夠不着頂的感覺嘛。絕對是夠不到。來，咱們從這邊沿着邊線走過來，可以看到所有的櫃子、高櫃、出風口、空調都做了這個隱藏的設計，天然石料的所有的台面。你看這2組大的法式開窗，直接看的是後院，隱私沒有任何的問題。哎，剛好就真的是。其實有人家，但都是被比較茂密的植被擋着，你看不到，他們也看不到你。對，你繼續往這邊走，這邊有一個廚房的副島台、副台面上的一個 sink， 他們家很多五金件啊，其實都是新的，很喜歡。但它是給你這種做舊感的，我很喜歡，對不对？就給你更多的質感，小的東西紋理上面的質感，然後包括。那邊也有，從這邊能看到。你看這個台面很長啊，首先這個台面下面收納都有。你看五金件這邊也是稍微用一些做舊的處理。你看它這個島台延伸過來的這邊，你看它做的是這種弧形的 curve， 肯定是被design過的，對吧？那頭也是，對啊，就他們家很多能做弧形的地方都給你做成弧形了。一會兒我們盡量跟大家來展示出来。然後身後。這個門，身後的這個 pantry 空間放在這邊，首先都是石料的台面啊，放什麼五香啊、一般的麵粉啊，食用材料沒任何問題，空間很好。但最大的亮點是這個門，我關上，其實就是往後走2步，能看到上面那個頂嗎？可以。你看上面這個頂還有隔音呢，我覺得是嗎？你看上面這個頂也是做的這種拱形，然後它這個門中間也是用的這個玻璃。就不太一樣。咱們很多看的 pantry 的门 pocket 的一般就是一個實木门嘛，最多花紋漂亮點而已嘛。但你看，哎，它這麼一點綴，就一種觀賞性出來了。是，這也是它的小細節之一。我們鏡頭再轉過來，廚房的島台呢，跟大家說了，你看它盡量把包邊的地方呢，也都盡量做成了弧形，沒有太多的稜角。Right，它很多這些方的細節是比較到位的。哎，黑色石料的台面很大膽，因為其他顏色夠淺。黑金嘛，黑金 black gold 的感覺。对呀。然後你再看它這個五金件選擇，依然全部都是配套的。往這邊一個非常漂亮的歐洲進口的 cooktop。這組東西不誇張的講，趕上幾輛特斯拉了吧？現在不剛出那個便宜版的 Model Y 和 Model 3嗎？這個價格。我突然想起這個畫的價錢，再跟這個對比，有點好像覺得這便宜了，是不是？哎呀，真的是物化太可怕了。反正咱們都可以理解啊，一輛特斯拉趴在這兒，不過分吧？對不对？可能都不夠。Pot filler 很粗，而且，然後它的這個水龍頭的水阀這邊你有看到沒有？它也不是咱們那種普通的那種拨管，它是做舊的紋理的這樣的過來的，很粗。哎呀，很好拿。OK， 上面包的這個風扇的地方可以看到，也是做的同樣的 Venetian plaster 刷的這個漆面，給你更多一種古樸感出來。它整個這個廚房就是灶台這邊，我是挺喜歡的啊，不知道大家視角裡覺得怎麼樣？就很漂亮，包括你看它的石板，哎，也是這種弧形的 curve 兩邊上來的，就跟這邊 Echo 一樣，哎，就很很優雅，然後後面的這個小白磚也是配合着它的弧度去切出来，你看跟上面抽風的包圍也差不多，也是弧着的，带弧线線條，就是正面看這個，我覺得是真的蠻漂亮的一個 cooktop 的一個中心，這是它廚房的中心在這兒，對，沒任何問題，不是我們故意誇，它就是這樣好看。咱們之前看過我們節目的朋友，其實可以看一下啊，應該是我覺得就是。廚房 cooktop 區域做的最漂亮、最講究的，應該就是這個了，沒有之一。然後同樣側面這邊是它的 mud room， 也是用這種同樣的門跟那邊鏡像處理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站在那個方向遠處看這個畫面，很漂亮，是真的。很多地方在找對稱，对不对？過來這是它的 mud room 區間，從這邊側面是車庫側面的門去側院了，給維護工人使用的。那車庫在這邊進來也有坐的地方，換鞋都可以，而且很用心。它這邊有一個洗手槽 ，OK，
衛生嘛，对不对？进來你看，不光換鞋，直接還能洗手，洗手液、消毒液一弄，想得很周到。而且它这裡面展示功能也有。往身後這邊，電器 ，Wolf 的都有，冰箱，大冰箱，哎，然後冻箱、冰箱也全部都在這邊了。我們直接再轉過來一點，回到這一側呢，就是通過餐廳的這個走道了，從這邊可以直接穿過去，但是它這邊就沒有做門了，是不是？好像沒必要。我覺得為了完整性，主要是因為這邊其實嚴格來講，它這個準備區是廚房的一部分，裡面什麼小的冰箱啊、制冰機啊、酒櫃啊、洗碗機，東西不少的那個台面上面。是，所以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出餐、就餐、就是备餐、出餐的一個準備區的一個完整動線過程。這兒有個門，開門關門很煩人啊。沒錯，所以它這邊就沒有再做門了。咱們越說有點像硬誇了，是不是？哎，真的是挺不錯的啊。往這邊轉過去，咱到後面這個大空間，這個後面是它的電梯頂。因為房子還沒有 permit 嘛，所以電梯還沒開。對對對，基本就這麼一個情況。那整個1樓呢，已經為大家完整的介紹完了。跟我們去看一下它的後院，後院也還不錯。來給大家介紹後院。這個後院其實乍一看呢，感覺不大，但你真走一圈呢，實際上尺寸還是真是夠不小的。就是有一種錯覺，不知道為什麼，是不是？因為房子大是嗎？不知道，反正趙師，你先站在這邊啊，咱們側一點，正好旁邊那個就1樓的臥室出來，門口還有一個小的坐的區域嘛。OK。另一側的側院都是給園丁啊、泳池的服務人員使用的嘛。然後游泳的那個就游泳shower是吧？shower的那個地方沖澡的就在這邊，做的還挺漂亮，但真的也高啊，怎麼也這麼高啊？高。這邊放了一些仰椅啊，我們和泳池之間，我和教室一起走一圈。泳池就是一個標準的長方形。其實大家在很多在後院設計泳池的時候，絞盡腦汁要怎麼設計這個泳池的造型。其實長方形我覺得還是主流。是。不光泳池，其實後院你主要泳池大不大，要看你周圍放的其他的什麼東西。是。和你其他的設施大不大。那邊有入水的地方，潛水區在右邊，這邊是它的熱泡池的區域。同樣，這個泳池呢也是有 pool cover 藏在這個下面，對不對？泳池從這邊直接全部都能帶過去，也是非常不錯的設計。然後周圍全部都是拿這種植被啊圍了一圈，隱私也非常的好。泳池的設備藏在了這個後面，2個台階下去。哎，這還做的挺講究的。OK 的。咱們之前看的很多泳池設備都是你知道，反正找地兒一堆就完了。是。但你看它拿綠植圍好了，很規整。往這邊走2步過來，你看這就我們說的那個景觀橄欖樹嘛。它實際上是在一條中線。一直通過你的 family room 到正門是直對的，都在一條線上。OK， 做的還是挺漂亮的。如果它要是跟前面那個樹對上，那就更不得了。但是錯開的，那沒辦法。那個樹太大了，那個等於是個大巨型盆栽了。就是往下走過來，往那邊可以看到是一個叫什麼啊？這個應該叫 fire pit 是嗎？小的一個篝火的位置吧，等於放在了這個房屋的最遠處。這個是我個人愚見啊，一直跟大家建議的，就是。房屋你要想做這種篝火做的區域呢，離房子要遠一些，不要放在房子一出來的位置，放在這個位置正合適的，是嗎？個人愚見啊，對不對？篝火要有一定的孤獨感啊，對不對？你太熱鬧了，那叫篝火嘛。這個 make sense， 這都能硬上，是不是？草地你可以看到，我和教室之間走，這個草地是真草，面積是不小，外面實際上就已經是社區外面的路，但你可以看鏡頭裡面，你感覺不太出來，哎。外面是社區裡的路嗎？還是說在森林的感覺？他們家圍起就真好。對，你看旁邊有時候 UPS 運貨的車子也挺高的，但看不到，聽到聲音，但是看不到人。你就是看一圈吧，這個地兒，你看得到房子嗎？看不到。等於說牆裡牆外的樹都是他家自己種的唄？沒錯，都是錢，對不對？所以2100萬在哪兒啊？我們大家可以一點一點看。再往這邊走過來。這邊呢可以看到身後是房屋的後面和它的正面的外立面是統一的，很多房子會選擇在後外立面上省錢，前面給你各種磚木石料貼滿，很漂亮，但後面就簡簡單單鋪些 stucco， 但它這個是照着前面的規格來的，對，而且很多牆壁上的掛燈依然很漂亮，那個有點像大的沙漏一樣，還是溫度計一樣的，是有點哈，啊，很好看。再往這邊是它戶外廚房的區域。戶外廚房區域嘛，就講究實用為主，水泥磨砂的這個台面，這邊有大的一個 Wolf 的室外的烤箱。往這邊再過來呢，哎 ，Pizza oven，最近也比較迷這個東西。對呀，Pizza oven，因為它
貴呀。下次就是尝尝我做的披薩，行，好吧？最近我的这个意大利披萨做的手艺还是可以的，我的sourdough已经做的相当不错，可以，非常好。这个东西确实不便宜的啊，比想象中贵。教室站在这边，回来我们俩转一个身，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它就是半遮挡的加州陽光房吧，等於廚房的外面出來這些簡單做的和就餐區的位置出來的這些立柱呢，也是用石頭做了包裹，也沒有馬虎。上面在透光的同時，這個是遠紅，是遠紅外嗎？啊，真不知道。就是那種加熱的那個東西。是嗎？對，它是能衝方向的，就是它那個角度能調，往這邊調，往那邊調。啊，另外一個已經看出來有點角度。哎，對，那邊有嘛？它有3個嘛，所以你在這外面呢，你也不用擔心會冷着你。所以它整個的設施呢，配的也是非常的齊的。從這個角度呢，看一下這個後院，大家覺得這個後院夠不夠用呢？2100萬的房子，我覺得是夠了，而且還有一個那麼大的地下室，對不對？我們下去看一看。來，下來跟大家分享它的地下室。教授，你有看到它這個樓梯的收邊了嗎？它這個樓梯的 K 場，它磨得非常的啊。就這邊看不出來，就是它樓梯側面那一節，它木頭伸出來的地方也是弧形的包的邊兒。細節小的細節做的還真的是挺多的。過來這邊是沒開門的，就是儲物間啊，就不跟大家反覆說了。下來首先空間很好，我們一個區域一個區域介紹。到這邊呢，還提一下吧，它擺的個家具，對不對？這其實我開始第一感覺以為是個德州撲克的小 table 啊，但實際上一看它擺這個東西，牌九哈，范思哲的最愛嘛，推個牌九，推個牌九。往這邊過來是一個它樓下的酒窖藏酒空間，這就是一個比較很適當的一個藏酒空間了。裡面能放1600多瓶的藏酒。我天，其實都已經遠超正常人的需求了。但是有的紅酒迷啊，就有的人收集車，有的人收集酒，那他需要這麼一個漂亮的酒窖。是恆溫的，對不對？裡面的空間尺寸也不錯，你看有大瓶的、成箱的，你都可以放在這邊，沒有任何問題。我覺得這個酒窖是還挺不錯的。它等於酒窖是一個樓下強調的一點，但是它不是最驚豔的，對不對？它樓下的空間，我感覺是不是比樓上都要大？是吧？比1樓都要大。往裡邊深入看一眼。哎，往這邊走過來，這是它去往電影院的路上的一個通道。糖果區，小金人們，爆米花。你獲的獎項全部都可以放在這邊，這邊是有一些演藝圈的明星的。哎，又看到了，大家再猜一下，這幅畫多少錢？不同的畫家了，不是前面那個 Thomas， 感覺要便宜一點啊。你怎麼這麼說呢？是便宜一點點，13800。我天，對不對？正好是劇院嘛，大家在這看戲呢嘛。然後鏡頭裡面過來，哎，說到劇院。這就往底下深了幾個台階。你要知道，剛才教室現在站的位置是地下室的那個平層嘛？你看我又往下面走了這麼多，它在地下室裡面又往下挖了這麼空間，做出來一個迷你的正式電影院的感覺，是不是？我的天！我覺得這個真的讓我覺得挺意外的。整個牆壁的布置的顏色，上面掛的燈。當然這排多餘啊，不可能有人會坐在這兒的。正常來講，3個階梯過來，在這邊全家或招待朋友看個電影沒任何問題。就為了電影院那個 feel 往地下挖，就挖3尺嘛。往下走的這個感覺是不是？你想想，一個普通家不能叫普通家庭，就是一個正常尺寸家庭，你會藏這麼大的一個電影院，挺意想不到的。因為它沒法往上走，上面已經是。對不對？一層平的了，它只能往下走，只能往下挖。對，我覺得這個電影院是相當地道了。我們繼續出去看其他地兒。從電影院出來，這個就是下來主要的居座活動空間了。實際上你再放一組沙發都是可以的。你要想打2個麻將，放4桌5桌都可以，對不對？後面這個東西啊，個人愚見，我看其實就是2個大白板。是，但4萬美金，我剛才偷看了一眼，4萬美金一個板。我的天，2輛特斯拉擺在這邊好嗎？你現在覺得貴嗎？你現在覺得樓上那個 cooktop 貴嗎？是，你告訴我，我就會留個 cooktop。所以藝術這個價格它是特別彈性的，你知道嗎？當然只是跟大家分享，因為反正也都是不包括在房屋這個價格範圍的。是，桌子還挺有意思，配這個水晶的棋盤。
這邊附了一個，你說這是玩具還是工藝品？我也搞不清楚，没见过这樣的。闹着玩呢，誰知道，对不对？就反正擺在這兒了。OK。你後邊那幾張也有價錢對吧？哎，這個價格我突然覺得便宜了，為什麼？7000、5000。哎呦呵，你現在猜的還挺接近啊，教授越來越懂藝術了啊。樓下吧台非常漂亮的石料台面，4個吧椅放在這邊，高吧椅同樣，講究的做法吧？是，肯定要的，對吧？有個腳落腳的地方，非常簡約的線條，大家會覺得，哎，這空間怎麼有點簡單了？因為實際上，如果你要自己住進來，你知道嗎？兩邊再掛點東西啊，或弄個電視什麼的，其實這空間東西就不少了。它這邊故意簡單一些的，這也不是冰箱，都是櫥櫃。但這邊啊，它實際上是個通道。我從這邊走過來以後，直接進來。哎呦！這是它整個室內地下的健身、休息、康復、恢復中心吧，可以算是。哎呦，可以。这邊就是咱們一進門，我剛才在門口，大家跟他說有一個天井採光。哦，這還有自然光。它就是給這塊採光的，很大的一個地下的健身空間啊，對不對？這邊都是鏡面，在這邊鍛鍊一下，自然光下來是挺好的。沒完，從這邊我們繼續往前走過來，到它的運動完了嘛。康復嘛，對不對？之前我們說的那個制冷的那個浴缸，這邊也有。往這邊呢是乾蒸的桑拿房，不小，可以站個3、4個人都行的。然後轉過來這邊呢，教授就比較喜歡這個。這是他的樓下的少兒樓。這個空間啊，真的是咱們倆站得比較近，觀眾朋友們看不到。這個挑高。它是一個挺又高又寬，其實空間也是挺寬的地兒。對呀，就是你說泡冰澡，這邊是帶濕蒸的，裡面能淋浴，再包括後面的乾桑拿，對不对？全部都在這個空間裡了。我的天呀！我覺得它這個小空間功能還是挺全的，而且還是沒有完，對不對？我們再過來一點鏡頭過來。我右手邊是它的樓下的半衛，它是有2個 sink， 往裡面可以有馬桶，也是乾濕分離。身後有單獨的小房間，是做那個馬薩按摩的，一個按摩床放在那邊。然後再過來，就身後這個門開門啊，過來，還沒完，沒完。往那邊是真正給這個家裡面的服務人員去準備的那個叫 staff corner 好了，洗衣房，巨大的洗衣房。4個洗衣機。并排放，空間真大。你看地盤是那種黑白齊格的地磚鋪的，也很漂亮。側面有一個臥室，也有自然光和逃生的樓梯，應消防局的要求。所以你要是家裡有管家、服務人員住在那邊，沒任何問題。OK。然後通過這個小通道就回到那個酒窖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排15個小畫框，每個小畫框裡都有一個小的藝術品？怎麼也快100塊錢一張吧？大家猜一下多少錢啊？一套5400塊錢一個。你說你要買了，你還不買一套嗎？然後這邊這個啊小畫框一樣的東西，大家猜猜多少錢吧？2225塊。藝術品，行，這是藝術，你要為藝術買單，為藝術獻身。這邊是它的樓下半衛，用的是一個紅色的漂浮的台面，也挺漂亮的。等於它半衛的位置就是從樓梯一下來的地方，剛才路過的電梯也在那邊嘛。OK， 繞一圈，回來了，回到這個酒窖的位置了。所以這個地下的空間正經是不小。我覺得咱們看過比它好的地下，可能就在 Hidden Hills。以前看 Tumor Freeman 有一個房子，地下很誇張，這個可能跟那個有一比。咱們以前還有一個房子，下邊就是桑拿房啊，搓澡的地方。還有一個地下的，對，就是那個 pool table， 在 Hidden Hills，不是 pool， 那叫什麼？中間淋浴的。是，对。整個地下介紹完了，最後跟我們看一下它2樓，也就是它主要主人休息的那一層。上到2樓，和大家來分享它2樓主要休息的空間。首先一上來，它的樓梯空間是挺漂亮的，因為上面有。不能叫4個吧，它實際用3個梁給它分開，實際上一大整片的天窗，自然光灑進來。那白天的時候，你知道這個光線，這幾個光斑在這個大牆上那麼刷，非常的漂亮。再加上它配合上它這種蜿蜒崎嶇的燈，很漂亮。上來一個簡單坐的區域啊，很多的藝術品。
這些藝術品我知道，这個就是餐廳，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大家有看到這個東西嗎？餐廳有些有。你看這一個小東西，新地徐應該是看 HSU 是台灣或者是香港的 last name 姓吧 ？OK， 700一個，700。OK， 上面還有一個蛋呢，那個是嗎？700，然後再大一點的那個是900，那個是900，700，900。Make sense。都來性價比高，都來我們來幹，今天是来幹什麼來的？來八卦来，長知識來。實際上那個好看，你知道嗎？那個小茶杯，你知道嗎？那就不知道價格了。這邊這是一進門的這個挑空上面的燈，從上面再看一眼這個燈選擇，依然是覺得還是挺漂亮的。稍微有一點那種金屬未來感的感覺出來了，像植物啊，哎，有點那個意思。右邊一個臥室，尺寸不錯，自己的衛生間。自己的衣帽間，我覺得標準吧。那挑一个老規矩嘛，我們挑一個臥室進來，就是進這個好了。進來的話，這個臥室呢，衛生衣帽間在那邊，側面有一個窗，和主臥室那是一個主臥室側面的一個是主臥室嗎？不是，它是那邊的客臥的出來的一個陽台，是看到房屋的正面，然後可以看到這個臥室對的窗戶外面是它的前院，這邊是它的衛生間，藏在這個後面，也是一個半拱形的頂的結構，稍微挑高一些，所以這個房屋整體的1樓、2樓和地下，它的挑空的選擇都是蠻不錯的。是，如果大家啊更有興趣想看這種類似有意思的房子的話，大家要記得點讚關注，我們才能為大家分享來更多有意思的房子。是不是？很多觀眾，其實咱們頻道超過70%的觀眾是不訂閱的，就沒有訂閱過我們頻道的，幫我們點一下。給我們助推一把，大家年底了嘛，助我們一把勁兒，再上一個高峰。停一下，這個藝術品還挺有意思的，都有名字的。它的名字想念一下是 “Oh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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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K， Oh ho ho ho。這個7000塊錢。OK，ho ho ho ho。哎，往這邊走過來，樓梯繞過來，樓上就是臥室啊。盡頭的一個臥室，尺寸很好，挑空也不錯，採光也可以，自己的衛生間、自己的衣帽間都有。是這邊雙開門，打開就是主臥室的空間了。主臥室一進來開門，主要一進來對着就是他床的臥室的空間，窗戶看的是後院的景觀，整體的尺寸也是不錯。它主臥室也是左右2個空間。先來我的右手邊和大家分享。同樣的空間的分割方式也是用的帕給多，你看，哎，這邊它就沒有選擇用玻璃的，不知道考量是什麼，更私密是嗎？有可能吧。往這邊，其實主臥室裡我挺喜歡的是這個小空間，你看全是木板鋪好，突然有種小木屋的感覺。夫妻倆聊天的地兒是嗎？有沒有點咱上次夫妻倆聊天的地兒？夫妻倆，你知道，在住這種房子，能在這個環境下來聊天，其實挺不容易的，真的挺不容易。我也跟你一下上下情緒價值，不是開玩笑啊，真的。你說在這個 level 的時候，2個夫妻還能坐下來恩恩愛愛的聊個天兒，特別是這個空間，沒電視沒啥的，就是純聊，就互相給的情緒價值得到什麼樣的程度？我也希望啊，我們所有的觀眾都有這樣的良緣，好吧？到這個 level 買這種房子，依然能找到這麼好的伴侶，可以跟自己踏踏實實的，沒有這些亂七八糟電子設備，好好聊個天的地兒。不容易的，這個情緒價值比這個房子值錢，不容易的。側面開門一個小陽台，看的是旁邊的鄰居的一些房子，我覺得很漂亮。每家鄰居的房子我都挺喜歡的。你看後邊這是啥？不是像國內那種啊？現在國內我老看他們社交媒體有那種開窯，你知道嗎？現開了就砸剩下的就在這兒，是嗎？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不懂這個，但看着就特過癮。每次開5顏6色的。聽說那些壞的啊都非常便宜。故意放進去讓你砸，你運過來估計就不便宜了。小的水吧啊，那邊洗碗那個小的水槽都有，然後底下的收納櫃子全部都有。其實這個地兒挺不錯，挺舒適的。然後那邊還有一個小陽台，所以都配上了，考慮好的。轉過來，主臥室床的空間首先已經是夠的，而且有一個 fireplace。它 fireplace 我們的 B 肉裡面可能會看到裡面有些奇怪的東西啊，因為房子太新了，有些東西還沒拆走。所以大家就理解一下，理解一下。繼續往這邊走過來，門框在這裡，一步走過來，右手邊這邊是它的其中一個衣帽間，
也是 Pagi 做的設計，這個就是記住這個空間啊，因為你的右手邊是廁所，對吧？對，沒錯。但是我說這個牆啊，能看看我們這個走道，對不對？為什麼右手邊是廁所，門在這邊？是這空間什麼樣？一會兒進就知道了。再往前走走道，那個就肯定是男士的了，對不对？女士的在這邊，空間尺寸也不錯，還是挑一個进去看一眼吧。行。女士的衣帽间，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尺寸，中间的岛台，岛台下面的櫃子，我身後的所有的收納裡面的 LED 燈、衣架全部都做好，上面這個燈也非常的漂亮，没問題吧？沒問題呀，反正跟男士的比，男士就差點意思，女士的永遠都沒問題。哎，但很奇怪，你知道嗎？咱們之前看過一个女性設計師的房子，那個房子可能我們說話時還沒上線啊，很快就會上了。那個女生設計師設計的房子，男士的衣帽間就特別誇張。哦，是嗎？哎，相反女士的衣帽間呢，就中規中矩了。這個挺奇怪的現象啊，我不知道為什麼。從這邊過去是她的衛生間，出來，左右兩邊馬桶空間不打架，地上也是那種小的白色的迷你馬賽克。那這邊是它的主要空間吧，但是先跟我們鏡頭過來，這個梳妝台放在這邊，剛才那個過道大家還記得嗎？進衣帽間的那個旁邊的長走道，這麼大的一個shower room。你知道我剛才想說什麼嗎？你身後那堵牆直接鑿開放玻璃，哇，然後放那種你知道一鍵可以 clear 或者是變成白的，就是一键雾化的那個玻璃，那就非常有情調了，還給他省點對不對石頭錢？是，但現在那個玻璃很多在美國賣的也不便宜嘛。是，你看這邊這個大花灑，哎，很誇張，我特別喜歡它這兩個花灑。包括這邊還有很多做舊的這些蓮花頭啊、用品啊，做的都是挺不錯的。然後你看它這邊還做了一個法式的小開門，這種感覺。把那牆鑿了，多放點玻璃不好。小淋浴房做的挺漂亮。轉過來，這邊就是剛才進來的嘛，梳妝台、洗手台，左右男女各一個，不打架。鏡頭再轉過來，這是它的 freestanding 的浴缸，這個就畫面就很好想象，很漂亮。其實真的每天要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面，其實真的不怪啊，很多人高產，是不是？那沒辦法嘛，就真的每天就一開心，每天泡澡，一睜眼心情就太好了。是，這個沒辦法說的。你看上面這邊的五金件，就像這種，我們老開玩笑說是像電話一樣的這個，對呀，花灑，真的是漂亮。我想起那個電影裡邊的 Daisy 了。哎，你又想起來這個畫面是，包括這邊。從這邊看出去一個小的Juliet balcony，看也是後院的泳池，後面的景觀隱私也沒有任何的問題。今天這種房子，我覺得室內很多地方處處都能展現出設計師非常用心的地方。在這裡我們最後也要感謝一下 listing agent Anthony 及他的 assistant Jack， 還有 Franny 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這棟非常特別的房子。那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記得點讚關注，我們下期再見，拜拜。